身家千亿的总裁被下药后，把我抓进了车里，进行了亲密的关系。这类的漫画爽文视频现在可是火得不得了啊！那么国内外的各大视频平台呢，都在刷爆他们。你们知道吗？这些视频不仅播放量超高，一条视频呢就能轻松的上10万，而且它的吸粉能力呢也是超强，粉丝数都是10几万、上百万。看一下这个22万，还有这个8万，这个18万。那么更厉害的是，这些视频呢在 YouTube 上面的广告分成，每月都能达到几千甚至上万美金。小鱼儿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账号，那发现他们呢都发了几百甚至上千条视频，这简直比母鸡下蛋还要快，这简直就是高产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制作这类的漫画视频呢，完全不需要我们露脸出镜，那花一个周末休息的时间呢，我们就能制作出1周的发布量，是不是不敢相信呢？话说现在国内的漫画解说行业呢，已经卷得不得了了，所有人呢都发现了这样一个商机。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呢制作同类型的视频，正在偷偷的赚钱。好消息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呢，这类的账号还不多。那2024年，我们还可以迅速的进入这个赛道，来赚取一个广告收益。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呢来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如果你是刚刚起步 YouTuber 频道，那大家可以关注小鱼儿的油管技术学堂，都是一些 YouTuber 的基础入门。那在本期视频当中呢，我将向大家解密如何使用 AI 来创建这类的漫画解说视频。那么制作这类视频需要几个步骤，每一步呢都非常的关键，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在这里呢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方便你操作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视频。那么我后续的一个操作呢，包括图片生成、视频剪辑，都离不开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小说文本。一个好的小说能不能吸引人，那么我们就在于它的一个文本、故事情节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呢，很多新手朋友会想，我不会写怎么办呢？而且我也没有钱去花大钱来雇佣写小说的一些写手，而且我们自己呢也没有这个写作水平。别担心， AI 就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有多种的一个解决方法。那今天呢，小鱼儿就给大家提供2种生成小说视频的方式，最后呢还会给大家讲解这类的漫画小说视频该如何变现。那第一种方式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漫画小说 APP。 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操作任何的事情，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工具。那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准备文案、图片，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康明 AI 呢，帮我们生成一个小说文本、人物角色。这个康明 AI 呢，它是一个生成小说文本、人物角色以及漫画的一站式漫画小说生成网站。那在这个里面呢，它潜入了一个 AI 生成工具，我们只需要呢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呢输入我们大概要写出的一个剧情，它可以根据你给的方向呢进行一个延展。那第二种方法呢，用我们的 ChatGPT 来生成一个小说剧情。那在这里呢，小鱼儿也会放一个链接在视频的描述栏以及这个右上角是之前小鱼儿的一期如何用 GPT 写小说的一个视频。在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 GPT 3.5 的一个账号 GPT 账号。如果你是专业写小说、写爽文小说各类小说的呢，大家可以建议去购买一个 GPT 4的账号。那么它用来写小说呢更便捷更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要求。那这里呢，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注册，也可以考虑去购买一个成品号我也会把这个 GPT 账号的一个链接呢放在下面描述栏。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用 GPT 生成一个小说剧情。那这个方法呢，优点就是在于非常适合我们想要快速生成剧情的一个需求。之前小鱼儿也讲过GPT 写文案、写脚本、写故事都非常的简单。那在这里同样只需要4步就可以让 GPT 呢帮我们写小说。所以这个 GPT 账号呢，大家一定要有，用 AI 来帮我们打工，我们就更加的轻松。不过在这里呢，小鱼儿要先说一点，那么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呢，离不开一个好的选题。可以看到这些成功的内容呢，它80%都是因为它的一个选题选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给 GPT 呢指定一个角色，让它先帮我们确认一个选题。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给出这样一个指令，你的身份呢是一名爽文小说
言情小说专家，帮我写一篇短文小说，先帮我列出10个网络言情小说的书名要求呢是引起好奇心，我们再给他一个参考意见，比如说唐总离婚后请自重，厉总夫人不想复婚，还偷偷生崽了，施总你的小作精又受伤了等等。那么这些呢参考书名呢我们可以去一些小说平台，比如说七猫中文网这里面各大小说都有，你可以找一些比较吸引眼球的一些书名把它粘贴过来给 GPT 呢作为一个参考。那可以看到 GPT 呢很快就给了我10个厉总秘密婚约不料成真，梁总心机女助理的情感算计，我的妈呀，全都是这种类型的我选了一个第7，林总暗恋多年的助理终于开口了，那我就让他根据第7条列出书的目录，可以看到开篇是什么纠结之际，一共有10个目录。我觉得它太简单了一点，我让他每一章节呢都要把主要的内容写一下，那可以看到他写的更加详细林总在办公室意外发现助理的微笑中藏着不寻常的感情，引起他的好奇和关注，每一章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这样呢，我们第1章的一个大纲就有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剧情的走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他按照第1章的一个大纲呢来展开写，每一章呢用同样的方法来让 GPT 帮我们写。那这里呢，我们能看到，那一个成功的爽文小说之所以呢能吸引人一直往下看，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矛盾冲突，有一个反转，比如说离婚了还偷偷生崽，还要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情绪表达。所以这里呢，我又给了 GPT 第2个指示，以这个为主要内容，林总在办公室意外发现助理的微笑中藏着不寻常的感情，引起了他的好奇和关注。那再展开写，要求呢故事情节完整，有矛盾冲突，有反转，有对话，有强烈的情绪表达，1000字以内。那这是第1章的内容。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找一些引人入胜的一些开头比如说这些可以点进来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找的某一个漫画小说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点进来，在这里就是一个简介。那我们把这个呢有冲突的一个简介呢可以复制过来，我们让他用这种风格来写，给他一个模板，让他按照这种风格来写，那他就会照着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文字风格参考，我们就给他一个这样的参考。那可以看到第1章写出来了，我又接着让他写第2章，那接着写第3章。对于 GPT 来说，这个都是小 case 分分钟的事情。第4章、第5章、第6章，我们可以看一下 GPT 完成的写作。那如果说你检查一下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及时给 GPT 指出来让它改进一下。那这里呢，我上面所用到的指令呢，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我这里呢就拿第1章来示范，我让它提炼第1章的画面关键字，那可以看到它的第1章的一些关键字全部提炼出来了。那为什么要提炼关键字呢？相信大家都想到了吧？包括呢，我还让它给了我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我还让它把2个里面的人物角色呢描述一下林总、王婉。那这里呢，我先不给大家介绍如何绘图，我们先用这个 Coming AI 来帮我们做一个图片以及一个文本内容。那前面也介绍了，这个 Coming AI 呢，其实可以轻松的生成一个人物卡，那么它还能根据一个内容呢来进行一个排版，而且现在呢，这个网站还可以免费用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了，你这里有积分，我们只需要用一个谷歌账号登录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注册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描述栏。第1次登录呢，我们这里是有1200积分的，我这里已经用过了。那这里每一次生成一些图片呢，仅仅只需要几个积分了，所以我们做一个漫画小说呢还是够用的。这里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实操如何用这个 AI 工具来做一个漫画人物。我们先点这个黄色的按钮，我们先给这个漫画取一个标题。那这里呢可以输上我们的名字，小鱼儿点这个。在这里呢，我们有2种方式，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一个主要内容，比如说王总偷偷的爱上了助理，那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给他提供任何只要给他一个标题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标题其实可以看到，这里标题对我们来说简单的很GPT 你要100个1000个都能给你生成出来我们直接复制一个标题过来就可以了，这里直接点这个生成。那这个呢是它里面的系统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个
故事剧情，那可以看到1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故事剧情就有了。那这里呢，我们点这个 add content， 那在这里可以输入我们刚才用 GPT 生成的一个正文，我们就不用它帮我们，我们有文本的我们就直接复制进去，把它粘贴过来。我们直接点击上面这个 next， 那可以看到呢，它正在帮我们生成一个主角。这里一个林总，一个王婉啊，可以看到这个林总还将就啊，这个王婉怎么是这个形象呢？那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的形象修改一下。同样，我刚才用 GPT 帮我生成出来2个人物的描述，它这里也是可以更改的，也可以生成的。在这里我们把描述词粘贴到这里啊，点击个生成啊，用3个积分，这个形象还可以。那我们这里保存一下啊，王婉要这个形象不行，重新生成一下人物。这人物不满意，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一个文本去重新生成，这个形象还可以。OK， 那就他俩了。那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下一步了，点这个，在这里呢，它就能达到一个人物的一致性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角色已经有了，我们把画面里的人物替换一下。这个是它系统生成的这个人物啊，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要把它替换一下。那这个里面是这样，这2个人物同时出现了，我们都把它替换成我们刚才生成的2个人物，这里要点一下，那这里面也要替换一下，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点啊，不用去等待它。那这个 AI 软件呢，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人物一致。图片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个保存，把它全部保存下来。那这里如果说你觉得画面不够，那我们可以再接着增添一些画面。你根据你的一个故事情节啊，可以增添画面。那我们又进行到下一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布局，比如说这里你可以选择，我们也可以让系统帮我们布局啊。我们选择3张，这里勾选一下，它这里还帮我们附带了一个文字。当然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添加一些符号进去啊，比如说你要在这里写什么字都可以。那好了之后呢，同样是我们把这个图片可以保存下来，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下载。那在这里呢，制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呢，就要用到我们的剪映，复制我们刚才的一个文本，到这里文字成篇，把它粘贴进来，选择一个解说，这里有个动漫解说就选它，然后生成视频。我们可以直接选一个使用本地素材，因为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个素材，可以看到它的视频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但是这里面就少了一个图片。那这里我们可以把刚才的图片导入进来。那生成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些图片呢全部给它导入进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音乐，我们选音频音乐素材，那再把多余的给它去掉。音乐声音呢，我们可以给它调小一点。那我们这里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转场。OK， 我们看一下效果。办公室的灯光昏暗，窗外的城市夜色弥漫。连总孤独坐在办公桌前，手中翻动着报表，眉头微蹙。这个深夜，所有人都已离去，只留下他一个人面对文件堆积如山的桌面。突然间，门被轻轻推开，婉婉走进了办公室。他目光坚定，面容冷静，但在连总敏锐的 OK， 是不是还不错？这里我们直接把那个导出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小鱼儿给大家讲第2种方式。可以看到刚才呢，我已经让 GPT 呢把里面的关键词、场景这些已经提取出来了啊，而且已经有了一个英文指令。那这里呢，小鱼儿要用的就是一个用 AI 绘图，然后再加一个 AI 一键生成视频。那这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这边呢，打开 Midjourney， 那可以看到啊，这时候来的是Midjourney 绘图页面啊，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一个绘图，把场景全部都已经描述出来，而且用 Midjourney 来绘出来了。那这个效果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是不错的啊。这呢是里面的一个女主角，那这个呢是里面的一个男主角。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直接用一个以图生图的方法，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漫画视频，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男主角，你也可以截图把它保存下来。来到一个 Midjourney 呢，来以图生图，那生成一个相似的人物出来。那这里呢，我也会把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包括这上面右上角也会放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学会了以图生图呢，我们能保证一个人物的相似度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做出来的这个女主角，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包括还有一些新手教程呢，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这里的所有的一个分镜图呢，我就已经全部做好了。很多人呢，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账号呢，这下面我也会放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点。
那图片画好之后呢，大家把这些图片啊可以全部保存下来，这里全部保存。那可以看到我已经把里面的全部保存下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用Midjourney做的一个图，个人觉得呢还是可以。这个用的呢一个以图生图啊，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如何以图生图。那我们保存好之后，我们进行到下一步。下一步呢，就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一键生成视频工具。这里呢，我推荐大家用 Flickr 啊 ，Flickr 对新手朋友呢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可以直接用文本啊或者一个提示生成视频。我们这里点击，这里再点一下啊，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选一个16:9，再点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添加场景，把我们的文本同样还是复制过来，我们把它粘贴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为什么要粘贴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呢？我们把这里为了让我们生成更多的一个画面啊，每一个呢可以让它短一点，我们可以多放几个画面。把这里先把内容给它切换一下啊，每一段呢都给它分成更多的一个段落啊，这样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多放一些画面，可以了啊，一句一段，这样是最好。我们把这个文本粘贴到这里啊，它会自动帮我们分开。系统呢已经帮我们自动分好了段落。那这边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图片呢不合适的图片，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替换。那这些 Flickr 如何使用呢？它的文本怎么修改，怎么替换图片，以及如何上传一个语音文字的一个修改呢？我有一期专门讲 Flickr 一个使用的，这里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看啊。我就直接跳过了，文本已经好了，图片呢我也全部已经更换好了。这里语音呢可以上传自己的一个语音啊，我这里是用这个 Mubert 生成的一个语音，大家也可以用这个软件啊，直接替换一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效果。办公室的灯光昏暗，林总孤独坐在办公桌前，手中翻动着报表，眉头微蹙。这个深夜，所有人都已离去，只留下他一个人面对文件堆积如山的桌面。突然间，门被轻轻推开，王婉走进了办公室。他目光坚定，面容冷静，但在林总敏锐的观察中，他察觉到了他微笑中的不寻常情感。林总，这是您要的文件。王婉将一叠整理好的文件放在林总的桌上，微笑着说道：“效果是不是还不错呢？那如果不满意呢，你还可以进行一些修改啊，文本的修改或者画面的修改。满意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download 下载按钮。那么视频的制作呢，我们都已经会了，利用 AI 工具呢，就可以帮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些视频出来。那这里呢，甚至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啊，进行一个连载。”直接把我们的视频呢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呢，来赚取一个收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就要趁早啊，因为现在呢，在 YouTube 上面呢，这种漫画小说的账号呢还不多。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视频呢多平台去发布啊，比如说小红书，或者说国内的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等，这样多频道发布呢，我们就可以赚取多份收入。那这里说到的就是一个我们用漫画小说视频来变现的一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可以上传到我们的 YouTuber 上面呢，来赚取一个广告分成，像他们一样。那么除了国外的 YouTuber 呢，我们国内的一个西瓜视频，包括抖音一些漫画解说视频，那我们都可以去发布。只要是原创视频呢，时长大于或者等于1分钟呢，那我们都可以报名参加啊一个中视频伙伴计划，直接用流量来变现。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小说漫画网呢来进行一个漫画 APP 赚佣金。那现在呢，各类的漫画小说平台都开通了一个引流佣金计划。那这里呢，以一个七猫为例，我们点击进入猫推达人平台，那一进来呢，就能看到这个推广平台的一个激励规则，过往的一些激励名单。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激励政策。比如说这个1月的，那每推广成1单呢，都能看到这里一个结算单价，最高的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单价是15，还有这里也能看到短篇激励政策、七猫短篇小说合作指南，点进去看详情。那么如何选择短篇书单，反馈短篇书单的一个需求，推广流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像短篇的话，每推广成功1单呢，最高可以获得一个12元1本的推广分成。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加入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就要去签约，要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签约的一个操作啊。点击这里去签约，我们可以去扫这样一个2维码来完成一个签约。那这里呢，据有的伙伴呢申请过的、操作过的朋友们说呢，签约是非常快的，一般呢审核也就几秒钟的事情。
那签约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推广的一些爽文小说一个榜单。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按照一个ChatGPT改写爽文小说，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把一个简介呢给它粘贴到 GPT， 让 GPT 呢生成一个类似的内容来做一个漫画小说视频。那我们就可以为这样的爽文小说来进行一个引流，赚取一个佣金。很多新手朋友呢不知道漫画小说如何变现，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呢？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自从有了现在这个 AI 工具，那么以前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比如说写小说、写漫画啊，如果是小鱼儿连想都不敢想。现在有了 AI 的一个帮助了，是不是触手可及了？我们普通人呢都能做出这样的视频出来。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一个 AI 工具，就能掌握这些做视频的一些方法，而且还能用它来赚一个收益。看到这里了，小伙伴们是不是想着马上去试一试呢？那赶紧行动起来吧！视频看到这里呢，喜欢小鱼儿了，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赞，点击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里我会把所有的链接呢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如果你对 AI 做视频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分享。